金工在中国有4、5千年的历史，这里面有太多应该去体会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俩想坚持下去，把金工这件事给做好。我们都是金属工艺专业的，毕业后能坚持做的人非常少。金属敲打的声音很大，工具和材料堆放也需要比较大的空间，在市区里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房子。06年我从美院辞职之后，就从城区搬到山区来住。朋友圈看到我们家，第一反应说财务自由了，其实并没有。我们本身是创作者，就尽量用创作把房子丰富起来。基本上就没购置家具了，桌椅饰品我们更愿意自己动手去做，就像创作一样，其实这个过程很享受。这边的山很高，林很密，有一次半夜开车还碰到过野猪。我们的家在一个接近山顶的地方，推开门，大的石头当一个隐蔽墙，沿着小道上到2层的花园。来的时候还是毛坯，看着它的这种结构就特别喜欢。房子空了2年，充分的设计讨论，逐渐的落地到图纸上。我的生活很简单，吃饭干活。干活呢，喜欢挑风景好的地方，回归到一个极简的状态，窗也是尽可能的开大。外部都已经这么美了，内部就放空一点。用的材料手法都很普通，但是在比例尺度、舒适度，比如冷热水、地暖、窗户的保温，这些都是下了很大功夫去做的。金工创作会一直重复一个动作，这种单纯容易带我们进入到一种忘我的状态。我从美术史上研究历代器物的特征，早期创作了龙纹银壶、莲花香钵、斑鸠盖碗等作品，是对故土的一种回望。后来开始关注到工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器系列事先不做任何造型的设计，壶的形态、褶皱都是在过程中偶然得到的。忘我随机的状态是我对工艺的一种反思。最近的300万尺的海拔来源于对工艺禅的思考。在一块2毫米厚的银板上，我只用一种工艺不断地重复捶打，把银料向中心层层堆积，形成了一个26毫米的容器。单纯原始的工艺手法出来的是当代国际的一员。我去过很多地方寻找中国金工的 DNA， 从北京周边顶尖的老师傅到藏族苗族的都看了学了。东方文化的力量在复苏，我觉得它会越来越强。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敏感脆弱，我就想用锡箔来做作品，轻微的触碰就会有褶痕，这种感受和当时的世界很像。搬进来的第1年，下了一场大雪，望着窗外白茫茫一片，太美了。那一刻觉得自己和这个房子自然的链接，为此我还创作了一件银茶器，叫雪斋。坚持做小众的创作很难，但在这个房子里，我们觉得自由。